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， 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极挑8首播，岳云鹏变化大，龚俊解锁新玩法，可惜任务太尴尬。在这个综艺节目严重内卷的时代，观众免不了会拿同类综艺来做比较。这么多年以来，对标最严重的2档综艺，那必须要说的是跑男和极挑了。不管你有没有看过这2档综艺，肯定是听说过他们的大名，因为当年实在是有点太火爆了，堪称综艺界的天花板。不过，这2档综艺的命运都没有那么太好，在爆火的时代双双经历了大换血。大家都知道，对于一档老牌综艺来说，换人是大忌，更何况是大量换人呢？幸好节目之前的粉丝够多，名字也足够响亮，这才保证了没有拉垮。几季节目下来，2档综艺倒是都找到了自己比较固定的 MC， 而且还做出了一些新成绩。在新一季的跑男开播之后，很多观众就特别期待新一季的极限挑战。毕竟2档综艺每年基本上都是在同样的时间段播出的，属于直接对手。在跑男播出过半的时候，大家终于迎来了第8季的极限挑战。这一季的嘉宾阵容是绝对会变的，因为有一位 MC 被封杀了。对于这一季的阵容，观众还是有些期待的。从第1季坚持到现在的8季元老王迅依然还在，这一点还是让人有些兴奋的，因为只要有这位老人在，这档节目的味道就一直在。除了王迅之外，郭京飞、贾乃亮、岳云鹏3位半常驻嘉宾这一季也没有缺席。另外，这一季还邀请了黄明昊、杨超越、龚俊、黄景瑜4位新朋友。如果要是单从这个嘉宾阵容来看的话，这一季还是很有看点的，要流量有流量，要搞笑有搞笑。带着激动的心情看了这一季的首播，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。接下来咱们就具体说一下这期的内容。极挑8首播，岳云鹏变化大，龚俊解锁新玩法，可惜任务太尴尬。第一，岳云鹏。自从岳云鹏上春晚走红之后，他这2年参加了非常多的综艺。实话实说，岳云鹏很真实，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综艺里都不装。不过，岳云鹏的真实也引起了很多观众的吐槽，因为他骨子里是有些懒的。当然，岳云鹏的长相和性格是比较讨喜的，即便是有些懒，但是对他的口碑影响并不是非常大。除了懒之外，岳云鹏的智商一直也是处于下位区的。在这期节目中，岳云鹏还是很让人惊喜的，他的变化可以说非常大。在节目一开始，有一个任务是从26把车钥匙中选出正确答案，在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，岳云鹏智商上线，直接提议把司机大哥抬到停车场。虽说是4个人抬1个人，但这个司机大哥长得比较魁梧，再加上椅子的重量，多少还是有些累的。当大家抬累了之后，岳云鹏又想到了一个办法，那就是找酒店借了一个轮椅，这个操作真的是太溜了。当大家把司机大哥抬到停车场之后，大哥 Q 大家找线索，结果小岳岳再生一计，现在的车都是无钥匙进入，直接把大哥抬到车跟前，不就自动开门了吗？不得不说，岳云鹏这波操作是真的很溜，要是前几季能有这样的智商，也不至于每次都输那么惨了。除了智商之外，岳云鹏的体力在这一季也是变化挺大的。话说以前你敢想岳云鹏和贾乃亮正面对抗吗？没想到这次小岳岳和贾乃亮不仅硬刚了一次，而且还赢了。一整期的节目看下来，我真的想说，这还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小岳岳吗？这是涅槃重生了吗？第二，龚俊。龚俊这个孩子是又单纯又善良，自从一夜爆红之后，他收获了很多爆款资源，而且每次都非常圈粉，甚至可以说挑不出任何问题。对于极限挑战这档综艺来说，龚俊也并不是第一次参加，上次就给观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，这次成为常驻之后依然是非常谦卑的。在这类节目中，
每期都少不了套路，但龚俊还是有些放不开，不太好意思套路哥哥们。在一整期节目中，龚俊每次都放弃投票，因为他不想让任何一位嘉宾接受惩罚。当然，龚俊的放弃也解锁了全新的玩法，投票的时候放弃，他获得了8位嘉宾中有卧底的线索。在最后好人和坏人的对战中，所有人都是按照节目流程投票挑战金蛋任务，只有龚俊坚持选择不投票。正是因为龚俊始终如一的坚持不投票，他这次又获得了一条线索。当龚俊用这种方式拿到线索之后，他立马意识到了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可以用这种玩法对节目组进行反套路，从而获取更多的线索。龚俊智商上线了，他的反套路也是给好人方的胜利打下了很坚实的基础。从这期节目来看，龚俊的看点还是相当足的，非常期待他在后期的表现。第3，坏人任务。在这期的节目中，王迅和黄景瑜2位卧底是有任务的。实话实说，这种玩法太常见了，可以说不足为奇。不过，让人尴尬的是节目组设计的任务实在是太简单了，可以说怎么做都不会被人发现。比如，王迅的任务是最后一个登岛，试问这怎么可能被人发现呢？接下来的任务就更搞笑了，帮助其他嘉宾，王迅很自然地跟节目组要纸巾递给其他人擦脸，试问谁会想到这是任务呢？2位卧底的接头任务居然是比一个 OK 手势，这就更简单了吧？连淘汰人的任务都简单的不得了，抱一下对方说一句欢迎加入极限挑战第8季，对方就淘汰了。这样的游戏在综艺节目中经常玩，但是任务相对来说都比较难，因为很容易被人发现异常。这次节目组给到的任务可以说根本不用刻意去做，正常录节目就能完成任务，试问好人方怎么去猜呢？话说谁不帮助人，谁不跟人拥抱，谁不比 OK 手势，就算是再聪明的人也猜不到这些动作是隐藏任务啊。作为这一季的首期节目，整体来说还是可以的，只是希望节目组后期能在内容上多做些文章，要不然就有点浪费这样豪华的嘉宾阵容了，大家觉得呢？